那是一个平凡的周五早上，一个10岁的小男孩按照惯例准时离开家门，准备去上学。男孩的父亲就坐在车里等在楼道口，可是却迟迟没能看见孩子走出楼道。小区大门的监控里也没有发现孩子的身影，找遍了整个单元的邻居家，一样没有任何的收获。也就是说，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就这样在楼里离奇的消失了。然而，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都与该起失踪案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彼此间关系冷漠的古怪妇女，父亲去世后行踪诡异的无业青年，还有总是郁郁寡欢似乎受过什么伤害的女房东，这些人穿起了一张恐怖的大网，将大楼里的秘密紧紧地包裹其中。秘密是什么？真相又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看看这部家庭悬疑剧《消失的孩子》。上回说到，家住青兰园小区17号楼1单元401的杨远、陶芳夫妻俩有一个10岁的儿子默默。有一天默默失踪了，警方和杨远夫妻都找不到孩子的踪迹。可是住在楼下302的女孩恩怀却告诉了杨远一个秘密，那就是他们2个孩子原本约定今天要一起逃课去西田山社接一只小狗，当做给杨远的惊喜。恩怀把自己家的钥匙交给了默默，让他先去302，等自己从学校考完试回来再一起出发。可是当恩怀回家之后，却发现默默根本不在。恩怀和杨远还去了西田山社找，最终也是无功而返。那既然默默有钥匙，那就极大可能的进入过302，所以必须要对302进行痕迹检测。可是负责调查本案的女警官张烨却怎么看都觉着恩怀父女俩有点奇怪。此时距离默默失踪已经过了6小时40分，张警官开始将调查的重心放在恩怀和他爸爸身上。张警官问了恩怀一些问题，在这段问话里，恩怀的表现并没有异常，但是有2个细节。一是相处着1年多以来，恩怀几乎天天晚上都去杨远家，可是默默却一次都没有去过他家。还有之前2个人在计划逃课的时候，默默拿走了恩怀的钥匙。他们钥匙给你，卧室的钥匙不能给你。向来稳重的恩怀为什么会因为卧室钥匙而显得紧张着急呢？联想到之前的剧情，恩怀平时都会锁卧室的门，难道说卧室里边有什么不能被发现的秘密吗？那至于恩怀他爸，恩怀跟杨远一家走得那么近，可是恩怀爸却从来都没有想过留下杨远的联系方式。面对张警官的询问，也显得有些不耐烦，甚至更关心自己的生意。就1层楼而已，打个招呼也很方便，没必要留联系方式吧。就像您说的，您对他们家情况不是那么了解，好像也不用太熟悉吧。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大概还需要多久啊？我真的赶时间。可以说，就这对父女是看起来正常，但是又不完全正常。另一头，陶芳的父母都来了，他爸大骂杨远，说杨远让默默跟恩怀走得那么近，这就是引狼入室。这些话被门外的恩怀听到了，非常伤心。平时素来强硬的陶芳，现在也彻底的颓了下去，只是默默的流泪。而杨远的精神状态也临近崩溃了，他自责，他后悔，恨自己为什么一直忽略孩子的感受，恨自己没能信守承诺带孩子去西田山社，否则孩子也不会想要偷偷离家。恩怀及时拦住了他，还跟他一起出去继续寻找默默。2人四处打听默默的踪迹，恩怀满含愧疚的自我反思说，如果那天我没去你家吃饭就好了，默默可能就不会丢了。杨远听见这话赶紧安慰他，这完全是2件事，如果这都能扯到一起，那这个世界就太复杂了。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复杂。从默默的班主任那儿，他们拿到了一个画本，里边都是默默画的一些和恩怀姐姐相处的美好的回忆，是默默准备要送给恩怀姐姐的生日礼物。恩怀突然想起之前家里狗丢了那天晚上，他看见默默跟一个瘦瘦高高的陌生男人说过话，而那个男人就是住在杨远家隔壁2单元301的元武。其实元武和默默碰见了不止一次，在默默失踪前5天，杨远带着他去买鱼，还拍了照片，那张照片后来用在了寻人启事
室上，而照片里就有元武的背影。那元武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呢？还记得上一期我们曾经说过，元武昔日是家庭幸福、学历优越、婚姻美满的有为青年，后来沉迷赌博，闹的是家破人亡，只能与老父亲远走他乡，相依为命。而且他患上了神经疾病，无法与人顺畅的交流。新工作丢了之后，就继续每天打牌，靠他爸的养老金度日。可是某一天，他爸却突然去世，元武竟然产生了想要冒领他爸养老金的想法。他发现卫生间的墙壁是中空的，所以特意买了花纹匹配的瓷砖，想将尸体埋入其中。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而尸体却会日渐的腐败，慢慢的散发出异味。元武就将目光锁定在了家里废弃的大鱼缸上。他想起父亲曾经说过，有一种给鱼治病的粉末，跟防腐剂的成分差不多，所以他出现在卖鱼的地方，就是为了买鱼病粉，用来泡他爸的尸体。不过如何让尸体不腐败，只是元武藏尸计划过程中的一道小坎儿。上一期我们也提到了，元武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租的，在他爸去世的当晚，女房东楚萍来收租，得知这里的热水器坏了，就说改天让哥哥来修。可是他哥来的时候，元武并不敢有任何的回应，怕被人发现自己爹已经死了，所以他当时急着想找到楚萍，告诉他热水器修好了，别让人来了。元武并不知道，此时正困顿于命运漩涡之中，身背秘密难以启齿的人并不止他一个，还有他的女房东楚萍。楚萍原本拥有非常幸福的生活，集全家的宠爱于一身，哥哥嫂子都对她很好。可是某一天，平静的生活却毫无征兆地被打破了，她遭遇了性侵。尽管这场不幸已经发生了有段日子了，可是她却始终都无法走出来。她跟她哥说自己不甘心，还想再查，而她哥正好又是医生。哥哥告诉楚萍，他怀疑凶手是楚萍的一个男同事，因为这个男人他已经看见过2次了，每次都是鬼鬼祟祟的潜伏在楚萍出没之处的附近，形迹非常可疑。哥哥还嘱咐楚萍，下次找到机会把男同事抽过的烟头带给他，他要去化验。楚萍试过去捡烟头，可是他看着肮脏的垃圾桶，别说能不能分辨哪个是同事的了，就算是捡出来了，样本也被污染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主动提出想要请男同事一起吃饭，男同事很痛快就答应了。而患有精神疾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的元武，就这么嘚嘚瑟瑟、紧张巴拉的尾随其后。人家俩人在饭店里边吃饭，他只敢站在外头傻等着，还被忽悠买了束花。吃过饭之后，楚萍跟男同事说，你要是想抽烟那就抽吧。等他抽完，楚萍借口回到餐厅拿东西，成功捡走了烟头，交给哥哥去化验。楚萍其实并不觉着这个男同事是凶手，因为他举手投足都显得太笨拙了，而凶手不应该这么笨拙。至于其原因，我们稍后再揭晓。兄妹二人的谈话被一直尾随的元武给听见了，之后他到底还是找到了机会跟楚萍说清楚了热水器的事儿。过去啊，元武他妈对元武的教育方式基本上可以说是事无巨细，甚至连如何与女孩交往、该怎么说话，他妈都是一句一句的教啊。可如今没了妈妈的搀扶，元武每一步都走得七扭八歪、踉踉跄跄。老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而元武这一回真的屋漏了，他家鱼缸漏水了，把楼下住的一个大爷的房间给淹了。为了不暴露，元武主动找大爷承认错误，说自己家的水管坏了。大爷也是一个敞亮人，他说他会找物业过来，自己花钱请人修。可是元武还是把自己仅剩的4000多块钱给了大爷，还帮着腿脚不利索的大爷一起收拾房子。他看着大爷，开始疯狂的想念他爸，想念他妈，想念过去的生活与过去的自己。每一天的元武甚至都在想念昨天的自己，因为他说的谎话越来越多，选择却越来越少，这条路越走越无法回头。就在默默失踪的前3天，越发失魂落魄的元武迎来当头棒喝，他大伯居然来了。你电话为什么打不通？你怎么来了？你爸打通来电话说你爸不在家，他人去哪儿了？原来是楚萍他哥曾经把电话打到了元武的大伯那儿。元武此时极度紧张，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说过一个谎就要用千百个谎言去圆。就在大伯即将发现真相的前一秒，他扑通的跪在了地上，说大伯我错了，其实是我工作没了，他又开始沉迷赌博了，我爸气得不行，对我太失望了，就给我前妻打电话，我前妻就来给他给接走了。大伯说你把电话拿来，我要给你前妻打电话。结果元武就掏出了他之前摔坏的手机。大伯瞅他滚刀肉那一出啊，那是一点招都没有啊。为了能赶紧把大伯给气走，元武就故意跟大伯要钱。大伯以为元武要钱是想继续去赌博，气得愤愤的扭头就走了。元武就这样再次逃过了一劫。
接下来我们将视角聚焦到女房东楚萍身上，在医生哥哥的帮助之下，楚萍很快就得到了化验结果，凶手不是男同事。出于自己错怪好人的愧疚，楚萍再次主动邀约男同事吃饭。可是这位男同事真是老钢铁了，聊天特费劲呢。楚萍问你多大了？男同事反问你指的是年龄吗？楚萍都懵了，说不然呢？男同事说那也有可能是鞋码啊，我42码。楚萍就寻思赶紧换个话题，就问他你今天在公司看的是啥呀？男同事说我在看关于口腔清洁的纪录片，里边讲咋保护牙齿，比如少抽烟啥的。楚萍说你确实该少抽烟了，对身体不好。我可以去。这句突如其来的软表白让楚萍有点懵，可是很快男同事又突然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你是不是受到了什么伤害？这一句话让楚萍脸色大变，最终只能选择慌乱逃离。他为什么这么问？他又知道些什么？可楚萍的遭遇只有他哥一个人知道啊！难道说这个男同事就是侵害楚萍的那个凶手吗？隔天，楚萍努力调整好情绪，再次约男同事出来见面，想问清其中的原委。这一次，他才终于知道，男同事其实是个好人，还是一个默默喜欢了他4年的人。男同事将自己所有的想法全部都告诉了楚萍，他因为性格比较闷，不敢开口表达喜欢，所以只能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楚萍。可是某一天，楚萍突然没来上班，而且一口气请了9天的假。楚萍的朋友兼同事说他生病了，男同事就想去看看他，结果在小区的楼下看见了楚萍的哥手里拎着菜上楼了。他觉着一般来说照顾病人的事儿都是退休妈妈来做的，为什么楚萍家却是他哥来做菜照顾呢？很有可能就是楚萍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的近况。再后来楚萍就搬家了，开始跟同事一起合租，说是因为原来的房子风水不好。可是楚萍之前连星座都不咋信，咋就突然信上了风水呢？而且他搬家之后整个人都安静了不少。男同事想了很多的原因，直到不久前楚萍突然让他陪自己去取车，还一起吃饭。这么多年了，楚萍从来没邀请他一起去做过什么。再加上上班的时候，男同事去楼道抽烟，总能刚好看见楚萍在茶水间，似乎在等着他。他开始有点懂了，直到吃完饭出来，楚萍又主动提出了抽烟的事儿，他更加的确定了自己的猜想，那就是楚萍受到过侵犯，并且怀疑他就是施暴者，想要拿他的烟头去化验。其实是他故意让楚萍拿到烟头的。当楚萍问他多大的时候，他又故意的说出自己的鞋码，因为他觉着既然楚萍有凶手留下的 DNA， 可能也会知道凶手的鞋码，所以他这么做是希望能洗清自己在楚萍心里的嫌疑。甚至他在公司看的纪录片也不是关于口腔清洁的，而是关于 DNA 的样本采集方法。男同事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楚萍，不管他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自己对他的想法都不会变。最后还补了一句，这半年应该很不好过吧。同事的这一番坦诚的发言，卸下了楚萍封锁已久的伪装，也打开了他伤痕累累的心房。楚萍开始将自己曾经的悲惨遭遇娓娓道来。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周末，楚萍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可是身体上却又有着强烈的不适感。直到他发现睡衣最上面那个扣子是系起来的，他从来都没有这个习惯。那时他意识到有人进过他的房间，他跟着哥哥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如晴天霹雳，那就是他确实遭遇了性侵。当时楚萍也想过去报警，可是当他看见警局里边唯一的女警离开，他开始感到了害怕。他不想被议论被怜悯，所以决定将这件事永远的藏在心底，希望可以慢慢放下。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楚萍渐渐的意识到，如果不把那个人渣找出来，他的人生就永远都没办法重新开始。男同事听完之后表示支持，他想试试帮楚萍一起调查。他约好了第2天一起去青兰园看一看。第2天2人如约而至，楚萍只给男同事看自己家的位置，说他们家的防盗窗是出事之后才加的，还说他哥怀疑凶手是通过水管上到他家，因为他哥来的时候家里的防盗门是锁着的，可是卧室窗户的月牙锁是开着的，他明明记得睡前已经给关上了。这也是楚萍觉着男同事太笨拙了，不会是凶手的原因。当时楚萍还在窗边捡到了一块蓝色的手帕，他怀疑是凶手走之前落下的，手帕上还检测到了麻醉剂的残留物，所以他觉着自己是被翻窗而入的凶手迷晕，然后被侵犯了。
要说这个男同事啊，虽然看起来木个登的，但是推理分析的能力属实是强。他觉着，首先这个水管特别的不牢靠，很难承受住一个人的重量。就算那个凶手有工具，水管的两边分别是卧室和客厅的窗户，正常人在确定了门窗都关好的情况之下，是不会再锁卧室的门的。所以凶手应该先进客厅，再进卧室，这样吵醒楚平的几率才最小。而且楚平那天晚上一点意识都没有，证明凶手的麻醉剂用量很大，或者说捂了他很多次。可是现场遗留的是手帕，不是毛巾，为啥要用手帕呢？手帕的吸水性很差，麻醉剂也不容易存留。如果凶手在下边提前准备好，爬上去已经干了，只能现用现倒，所以凶手应该把药物放在身上备着。那这也就意味着凶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楚平。也就是说，凶手不是一个见色起意的小偷，他是有备而来。这样一来，破案的几率反而大了。毕竟小偷很可能是流窜犯，没有警方的介入很难抓到。楚平他俩打算上楼再看一看，这可给房里的元武给吓坏了。元武只好假装自己在洗澡，楚平他们也就只能明天再来。当楚平去路边买牛奶的时候，男同事好像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他问楚平是不是有喝牛奶的习惯。楚平说是，不喝奶我睡不着。男同事还问楚平当时去医院有没有仔细检查身体，是否真的吸入了大量的麻醉剂。楚平说没有，因为他肯定是被麻醉了，不然不可能没意识。听完这些信息，男同事告诉了楚平他所想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凶手根本不是从窗户进的，窗户锁开了，窗台遗落了手帕，这些线索可能是凶手故意留下的，就是为了让楚平觉着凶手是翻窗进来迷晕了自己，实施了侵犯。实际上凶手极有可能事先就给楚平下了药，在凶手进入房间之前，楚平就没了意识，这样就根本不用担心会惊醒楚平。至于怎么下药，楚平每晚喝的牛奶可能就是玄机。喝奶这个生活习惯可以通过家里剩余牛奶量的变化来判断。那这么想的话，凶手有可能在白天来过了很多次，甚至可能是从大门进来的。联想到这部剧片头出现的床头上的不明的液体，我感觉男同事大概率是猜对了。但是他的这番推理实在是令人细思极恐。什么人会对楚平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什么人能从大门进来？甚至什么人能方便的拿到药物？种种信息都指向了一个楚平之前绝对不会怀疑的人，那就是他哥。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将时间线再次拉回到现在，也就是默默消失的这一天。当恩怀跟杨远说出默默曾经与隔壁瘦高男人说过话之后，杨远立刻找上门去。可是敲门之后却无人应答，杨远有些失望。他看到2单元是能被摄像头拍到的，如果默默去了他们家，监控是能发现的，所以他觉着概率不大。警方那边在张警官的催促之下，302室的痕检报告很快就出来了一部分。从足迹上看，屋里只有恩怀爸的脚印，房间应该是在他们采集之前打扫过了。而指纹方面，大门的门把手上里外都有默默的指纹，次卧也就是恩怀的卧室门把手上，还有主卧恩怀爸的卧室里边的衣柜门上，以及餐厅的北窗4个位置都出现了默默的指纹。其实现场遗留下的默默的指纹肯定不止这些，但是时间紧迫，勘验员会优先选择容易获取样本的表面进行采集。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默默一定进过302恩怀家。张警官分析，有可能是默默趁着杨远夫妻上楼寻找的空隙，趁机离开了单元楼。这时一直在对面屋里偷听的邻居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他觉着张警官分析的有点不太现实，因为早上他扔尿不湿的时候，正好看见杨远夫妻匆匆忙忙的上楼，他出于好奇就趴门上看了一会儿，直到夫妻俩从楼上下来，他也没看见有孩子从302出来过。结合这条线索，张警官仔细的核算孩子消失的时间，默默7点41分出门，拿钥匙开锁进了302，接着爬上了窗台，打开窗户往下看，确定自己不会被爸爸发现，在窗框上就留下了他的指纹。之后又要开恩怀房间的门，可是恩怀卧室上了锁，接着他进入主卧，在主卧的衣柜上留下了指纹。而杨远知道孩子消失的时间是7点46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孩子几乎不可能离开302，也就是说孩子消失的地方不是我的。是寻怀家。此时默默已经失踪9小时30分钟了，天色暗了下来，杨远夫妻开始在大街上焦急地散发着寻人启事。恩怀也一直在跑前跑后的帮忙，原本对恩怀有些埋怨的陶芳一下心就软了。恩怀，那是我做错事了。
太凉了，摸热的东西要烫坏了。今晚是冬至，本来应该一家人坐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吃上一碗桂圆烧蛋，可是当下却只剩下杨远夫妻加上恩怀三个人坐在一起，相视流泪。张警官继续琢磨默默的指纹轨迹，恩怀爸卧室里的衣柜上有指纹，证明默默一定是进去过。可是恩怀爸的卧室门把手里外又都没有指纹，而且他们第一次进302的时候，恩怀爸卧室的门还是关着的。那么默默有没有可能是消失在恩怀爸的卧室里呢？张警官决定再去302看一看。结果这个时候恩怀爸回来了。当张警官问出住在这个家里的真的只有你和你爸2个人吗？恩怀看起来明显有些紧张，杨远的情绪再次失控了，他开始质问是不是恩怀爸把默默给藏起来了。那得到的当然是否定的答案。张警官还特意去见了恩怀的妈妈，经过走访基本可以确定恩怀妈跟恩怀爷俩已经很久都没联系了。可是奇怪的是，当恩怀妈的现任老公看见警察，得知青兰园有孩子失踪了，情绪突然有点激动。是与许安正有关系是吧？哎，警官，我跟你说，我爱人已经很久都没有跟他联系了。失踪案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异常的宝贵，可是案件却屡次陷入僵局，疑点越来越多，而大家的困惑也越来越多。但是在张警官返程的路上，痕检报告出来了一个新的结果，这一结果令警方人员无不感到震惊。今天上午经过302的人，包括邻居，没有遗漏掉头发。怎么了？找到一个成年人的指纹，在许安正主卧室的门把手上，但跟进来302的人都对不上。里面还是外面？里面的，外面没有。根据这条线索，张警官开始大胆的假设，杨默在302根本不是找东西，他之所以去摸恩怀的门把手，还有许安正的衣柜，他是要把自己藏起来。我让许安正回来开门，他在里面听到这句话，而让他藏起来的那个人就是我。但是杨默失踪时，302的房间里还有第3个人。那以上就是目前消失的孩子所更新到的5到8集的全部内容。一周等2集，属实等着人心焦啊！但是我感觉案件的大致走势已经稍显清晰了。首先，我上一期所猜测的302有密室，可以通向元武家，也就是隔壁单元301，以及楚平被迷奸，牛奶是关键的道具，甚至默默就在302里消失了等等剧情，居然都猜中了。完了，上期视频发完，我就看评论区有看过小说的同学骂我说：“你这个人啊，太虚伪了。”你看了小说就承认呗，还假装自己没看过，然后咣都给剧透完了。就这玩意儿怎么解释呢？真是没看过这小说。我要是看了小说啊，我就不可能剧透那老些了。我都解说了这老些年影视作品了，还能不知道剧透有多膈应人吗？我也是没想到我分析的就那么准呢。哎呀，还有点小骄傲了，是怎么回事？不过这个剧追到现在呀，还真是对原著小说有点好奇了。等有空了，我去看一看那个小说咋样。完了，等剧完结了呢，也许能跟大家浅聊一些剧和原著的区别对比啥的。但是这玩意不好说死，我看书可慢了。完了还得追这个，还得追那个西巴。哎呀，感觉自己还挺重要呢，是怎么回事呢？目前这部剧5到8集给我的感觉是节奏开始有点变慢了，可能是因为剧情都是照着心里边预期发展的，所以看剧的时候少了一些惊喜感。不过这部剧在人物刻画上我还是挺欣赏的，他把每一个角色都刻画的比较饱满。比如元武这个角色，一个让人非常生气但是又有点恨不起来的形象是跃然于眼前呢。烂赌妈宝不争气，前妻那么好还被他给气走了，完了现在还要埋他爹。可是剧里还是用了一些小情节来展现他骨子里边不是一个坏人，比如他发高烧出了幻觉，看见前妻还不忘告诉他黄三还有恩怀这个小女孩，我目前对她是有好奇的，因为她种种表现总有一点白切黑的味道。比如她想起之前默默被冤枉划了别人的车，杨远说我相信咱家孩子，她就突然问了杨远一句：杨叔叔，相信我吗？